本人就是有点金鱼脑，就是生活琐事记不太起来。哦，对不起，我母鸡。这几天先休息啊。我女儿死了，你要我怎么休息？爸，帮你过生日啊！这一部蛮令人沉重的，它是改编自，应该这样说，灵感取材自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那我们先请两位大概介绍一下你们的角色给观众朋友认识。我在这个《恶有引力》里面演的是一位刑警，他是一位父亲，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因为一场命案的受害者就是他其中一个女儿，所以这个父亲一个急于破案的心情，又有一个忽略了另一个女儿跟他相处关系的一个心情，纠结的一个人物。云画这次双胞胎女儿都是你，对，这次首次挑战一人分饰两角，双胞胎的姐姐叫王玉轩，她是一个比较温暖的，在家庭当中是属于比较照顾的角色，因为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妈妈很早就离开了，所以姐姐的身份其实比较像照顾者，然后也像是在家中的小太阳。姐姐这样子比较成熟的个性，导致其实妹妹是可以有任性的空间。她其实是比较任性一点，然后也比较固执一点。你刚形容姐姐的个性，其实让我想到《阳光普照》里面的哥哥，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个性，就是他是家里的小太阳，但他却是先走掉的。以后哥你的角色好辛苦哦，在里面是上司，然后这是上女，真的要替你这位爸爸揪一个把心这样子。在面对那个自杀的小孩的时候，那是一种伤痛，而是想去探索说，这小孩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了？但是面对恶有引力这样的是一个意外，女儿是被害的，所以那他又是一个刑警，他势必有一些过程是不那么往丧女之痛去表现的，而是用他的理性来隐藏他的那个伤痛。对，你自己在进入这个角色，会不会觉得很痛苦，甚至要抽离这个角色，会不会很难过？他有跟你有任何的相像吗？这个爸爸，这个父亲，比较多相像，是因为比方说去捕捉一个人很固执要去做一件事，不太想理会别人的想法的，因为这个人物是这个状态，你必须在你自己的经验里去寻找到那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些要把自己情感隐藏起来的部分，也都是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去寻找。对，两位情绪最高涨的戏，我觉得以姐姐而言，应该就是她遇害的那场戏。那场戏有没有让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跟你演对手戏的那两个小男生，他们很紧张，你比较紧张还是他们比较紧张？我觉得他们比较紧张，对他们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其实那个环境就是我们在地下室嘛，所以其实非常闷热。然后他们一紧张，然后大家动作又来，其实其中一位演员其实他是当下其实我有点紧张到呼吸换气不太过来。哇，对。然后但其实因为那一天的环境真的比较辛苦一点，我觉得比较对我自己来讲，第一次比较辛苦的挑战应该是沙子盖住的感觉，是真的。因为虽然我们有一些特殊道具，就是有一个脸皮，有一个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我的脸皮。然后，但是其实你沙子盖过去，虽然那个是芝麻粉，类似像芝麻粉他们特殊调的东西，对，但是你那些细粉在空气之中挥发的时候，其实你吸到肺里面，其实还是会非常不舒服的。不过这个反而是这一段让你比较辛苦，那个情绪上，你有觉得真的很不舒服？不是很舒服。对，情绪上面的话，我觉得当然在那个当下诠释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害怕，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发现原来死亡原来离自己是这么近，然后也可能发生在一瞬间。我当时在演那个角色，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冲击。第一个是，这是我的学生，我们是亲近的人。然后第二是那个善跟恶之间一念间究竟怎么发生的，这其实也会闪过那个脑子。谁去看一下学校的监视画面？问每一个围观的人，学校所有人统统去问，看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你们干嘛快动起来啊！
听说你也很难背台词，尤其你还要记得双胞胎姐妹的不同的动作。你有没有什么 pebble？没有，其实我不是哦，我是人本人就是有点金鱼脑，就是生活琐事记不太起来。哦，对不起，我母鸡，你被爸爸丢了。确实，在一人分饰两角的状态之下，我必须要自己设计好的，都要先预想设计。因为通常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如果有真人对手演员，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现场感受到对方的情绪，我们可以有做呼应跟改变。可是当自己一个人要变成自己要跟自己对手的时候，其实那些所有东西我会非常努力想要到精准，所以在前期花了非常多的功夫。爸，姐姐的事情，你为什么都不想？我在忙。你现在可以不要是警察吗？你现在可以是王玉轩跟王中辉的爸爸吗？我不是正在做王玉轩爸爸该做的事吗？好选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以文，我是宋元化，祝你们兔年愉快，新年快乐！大家一定要到 Disney Plus 来看《恶有盈利》台湾犯罪故事。Nice to see you。打开小铃铛，订阅好选择，还有我本人的 IG 没有啦，可以啊，还有勇哥的社区媒体，都订阅，很好，谢谢。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